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人类大脑睡眠剥夺的神经印记。该研究来自 Nature Communications， 它利用多中心神经影像与机器学习，目标是建立全脑连接组学生物标志物。这个标志物可以客观评估睡眠疲劳。研究团队提取了近10万个功能连接特征，他们训练了线性支持向量机分类器，从而输出睡眠剥夺概率评分，这为睡眠健康提供了全新量化标准。研究团队采用全脑网络建模方法，突破了传统单脑区研究的局限。他们提取了多达97000多个功能连接特征，基于这些特征，构建了名为睡眠剥夺概率的神经印记。该印记在独立验证集中展现出极高的稳定性，其准确率高达 94.1%， 跨越不同扫描仪与临床状态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印记不仅适用于急性睡眠剥夺，它还能精准捕捉日常生活中的部分睡眠限制，这为睡眠健康提供了全新的客观量化标准。传统单变量睡眠研究常常受限于小样本量，他们仅关注杏仁核或前额叶等孤立脑区，不同研究之间得出的结果一致性非常差。睡眠剥夺造成的真实生理影响覆盖全脑范围，它同时严重损害注意力、记忆和情绪调节，高级认知与基础生理功能出现同步衰退。这必然是一个全脑网络连接崩溃的生理过程，而非单一脑区的局部孤立问题。机器学习流程将全脑功能连接转化为精准量化指标。第一步，将全脑划分成440多个独立脑区，包含400个皮层区域和42个皮层下与小脑。第二步，提取97461个功能连接特征，这些无偏特征构成极高维度的连接组矩阵。第三步，采用线性核支持向量机在发现队列训练，发现队列包含151人，用于训练分类模型，最终输出睡眠剥夺概率评分，一个0到1的连续谱。该研究集合了6个独立数据集，总样本量超过4万。发现队列包含151人，用于训练模型，2个外部验证集纳入抑郁症患者测试。跨临床状态泛化第4个数据集覆盖20至75岁，评估轻度限制敏感度。第5个数据集结合体动记录仪，关联真实世界睡眠时长。第6个数据集来自英国生物银行，规模接近4万人验证设计，涵盖任务态与静息态不同扫描参数。这种多维度验证在睡眠神经影像领域史无前例。探索阶段采用随机对照，151名受试者，正常睡眠组保持完整习惯，次日早晨扫描；睡眠限制组仅睡前半夜、后半夜保持清醒睡眠，剥夺组整夜保持清醒，次日早晨扫描所有路径，在恢复睡眠后进行第2次扫描。该设计消除了个体预存差异，确保数据干净，最终目的构建基准神经印记，用于后续验证。这是研究最关键的建模基础，控制严格。在内部验证中，该印记能高精度区分状态。采用10折交叉验证后，早晨 AUC 为 0.91， 同一模型用于傍晚数据后 ，AUC 仍为 0.89。这表明睡眠剥夺引发的连接异常持续整个白天。该印记具有高度时间稳定性，可跨时间点使用。模型无需任何针对新数据的训练或微调，所有结果均极显著 ，p 小于 0.001。这一稳定性为后续泛化测试奠定了关键基础。该印记在独立数据集中接受了极端压力测试，测试跨越不同扫描仪与临床状态，包括抑郁症患者所有预测均为0样本应用，无需重新训练模型。在包含抑郁症患者的 Dataset 2中，准确率高达 94.1%。睡眠剥夺后 POSD 超过 0.5 的比例从 32.4% 升至 88.2%。在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的 Dataset 3中，准确率为 88.9%。Post-SD 状态下 POSD 高于 0.5 的比例达到 72.2%。这证明印记抓住了睡眠剥夺最本质的神经生理特征。一夜恢复性睡眠之后， POSD 评分依然显著偏高。接受过睡眠剥夺的参与者，大脑连接未完全复原模型，对恢复后状态仍有区分力。AUC 为 0.73， 与对照组相比，差异统计显著且 p 值小于 0.001。这表明睡眠债务对神经网络造成长尾损伤效应，主观上感觉清醒，不代表底层功能连接已修复。单次补觉不足以消除全部神经网络的扰动。临床启示，重视持续睡眠不足的累积后果。
即便只是部分缺觉，该印记也能精准捕捉大脑异常。第一组坎后半夜睡眠 35.3% 超临界，恢复睡眠后其评分回落，表明该变化具有可逆性。第二组仅3小时睡眠机会，评分显著升，该升幅统计显著 ，p 等于 2.26 乘以10的负4次方。结论是它对轻度限制灵敏，而非只整夜熬夜。这证明印记有出色诊断敏感度，可用于日常场景。因此，它能监测慢性轻度睡眠不足，提供客观预警信号。神经印记将睡眠剥夺从2元分类提升为连续谱系。POSD 评分从0到1，精确量化全脑连接紊乱程度。正常睡眠时，网络维持稳定与动态平衡。恢复期基础生理网络恢复，但高级认知仍有残留。部分限制下 ，REM 及慢波睡眠缺失导致网络解离。完全剥夺后，内部与外部网络彻底失衡。睡眠损失剂量越大，连接紊乱程度越高。这为理解睡眠债务的累积效应提供了量化标尺。神经印记的解剖学图谱揭示了其全脑分布特性。模型依赖于8600个具有显著权重的功能连接，这占据了全脑连接组的 8.8%。正向预测模式中，4582个连接在剥夺后异常增强；负向预测模式中，4018个连接则显著减弱。正向与负向连接数量接近，体现了双向调节机制。模型并非依赖单一脑区，而是基于分布式网络。这种全脑范围的连接变化支撑了睡眠剥夺的广泛认知损伤。正向预测模式主要由默认模式网络与被测注意力网络驱动，这两个网络分别是内部自我反思与外部任务专注的核心。睡眠剥夺使它们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，颞中回、中央后回及腹侧视觉皮层权重最高。网络间通讯混乱直接解释了缺觉者的注意力问题。他们在认知灵活性测试中表现明显挣扎，这种内外失衡揭示了皮层网络的脆弱性。正是该机制导致了高级认知功能的显著损害。睡眠剥夺不仅干扰皮层网络，还严重冲击了警觉系统。皮层下网络与小脑之间的连接在剥夺后显著减弱，这些区域构成了负向预测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。解剖学上，丘脑前部和小脑拥有最高的负向预测权重。丘脑是维持大脑唤醒状态的关键枢纽。睡眠剥夺导致丘脑与其他网络之间的连接断裂，这直接反映了大脑整体唤醒水平的下降。感觉运动控制的迟钝也因此得到了解释。补觉后依然昏沉的现象，根源在于恢复的抑制性。底层负责基础生理功能的皮层下区域与小脑恢复极快，一夜恢复后，连接差异高达 3.81 与 3.11。高级皮层网络恢复滞后，如默认模式与被测注意，它们代谢需求更高，补觉后差异仅 0.48 到 0.89。基础生理警觉性虽恢复，但复杂认知系统仍离线。这解释了为何补觉后仍感觉头脑不清、注意力难集中。神经印记揭示睡眠债务对高级皮层的长尾效应。神经印记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，核心问题是能否检测日常慢性睡眠不足。完全零样本应用，不调整原始模型参数。2个全新横断面数据集用于验证：一是穿戴设备监测的年轻人队列，2是近4万人规模的 UK Biobank。这代表了史无前例的泛化测试，跨越从极端实验到日常习惯的鸿沟。急性剥夺模型被应用于真实世界追踪队列。数据集5包含109名年轻健康受试者，并佩戴腕表，连续追踪2周自然睡眠时长与脑成像数据。结果显示，总睡眠时间与 POSD 评分呈负相关，相关系数 R 为负 0.39， 统计检验 P 值极显著。这说明长期睡眠不足者脑功能连接已发生改变。这种改变与急性整夜熬夜后神经印记相似。慢性缺觉与急性剥夺在病理模式上高度一致。英国生物银行队列包含近4万名中年受试者，睡眠时长越短的人群，其 POSD 评分就越显著升高。这种阶梯效应具有极高的统计显著性，控制年龄、性别和头部运动后仍然成立。印记与睡眠的关联远强于它与体力活动或不良经历，说明它确实是针对睡眠状态的专属探测器。它能区分从不足6小时到超过9小时睡眠时长，这为大规模人群的睡眠健康评估提供了可靠工具。人类几乎无法准确判断自身疲劳的真实程度，主观嗜睡报告往往低估真实的认知损伤。传统认知测试只能反映行为层面的结果，
它能够直观展现整个分布式神经网络的崩溃。在独立验证集上，效应量高达惊人的 1.90， 这个数值甚至超过了许多经典的认知行为测试。因此 ，POSD 为睡眠健康提供了全新的客观标准。该研究确立了首个高度泛化的全脑连接生物标志物，它对急性剥夺、慢性缺觉及部分限制都极其敏感。验证覆盖6个独立数据集与近4万人的大规模人群。模型跨越不同扫描仪、临床状态与年龄层。模型输出0到1之间的连续概率评分作为量化指标。未来方向包括开发动态监测与个性化干预工具。它强调维持规律睡眠是保护认知网络完整性的关键。长期睡眠不足可能加速神经退行性改变，应引起警惕。该成果已发表于《自然通讯》杂志，由 Wen 等人完成。